我们先在嘉义市区住一晚，明天早上才要出发阿里山。晚上住火车站附近的皇爵大饭店，里面装潢虽然比较复古，但是空间很大很舒服，甚至还有浴缸可以泡澡。接着出发逛夜市，第一站经过很有名的玉香屋，有够幸运都没有人在排队。然后第二站呢是郭家火鸡肉饭，鸡肉饭它配那个鸡油超级香的，很好吃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下大雨的关系，所以听说今天的人潮好像相对来说蛮少的。第三站洛梨牛奶，加了布丁之后打碎，但是喝起来有种黑麦汁的味道，很奇妙。第四站东山鸭头，但是我不太敢吃，就听看看我朋友的评价。他serious吗？这个我一直签名。啊，真的好。serious 吗？假的吗？这是啥？豆包，你的豆包。怎样？调味如何？不错。可以有不错更多一点的形容。好烫！谢谢。第五站鸭肉羹，分量很大 ，CP 值蛮高的。第六站冷冻芋，我对芋头是还好，但是这个汤真的超好喝的，而且也不会太甜，冰冰凉凉的就很舒服。看看你的袋子里面发生什么事？一堆饮料。喝多少？第七站呢，来吃卤味，这个价格真的好便宜哦，超满足的。晚安。第二天一早就租车出发前往阿里山。上山前先来买一个好吃的凉面，在山区开了一阵子之后，马上就从蓝天白云变成云雾缭绕的世界。先在二眼坪这边停车上厕所，顺便买个福星鸡蛋糕。OK， 接着来爬个特富野步道。要说什么？特富野。达邦社，形容一下，很好吃。然后呢？它很清爽，它就不会像一般吃凉面一样那么腻，就是只有那个麻酱。哦，好吃。地址有蒜头的味道。哦，好，还不错。但是比一般的凉面清爽。然后有蒜味就很清爽。你真的是他们两个都讲过。块大石头哎。吊桥看起来有点惊人哦。看到现行诗人。来喽。这吊桥会怕吗？大家有去高正吗？来，我们太棒了，抵达！好，我们去咖啡厅，走。来吃晚餐之前，在达邦部落参观了邹族的男子集会所，这个称之为库巴。那成年的邹族男子呢，就必须在这里接受教育跟各种的训练，也是族人聚会跟讨论公务的地方。目前就只剩下达邦跟特富野两个部落还保留着库巴。晚上来吃这一间超漂亮的好月食物研究所，我们先定位，然后里面的装潢很漂亮。老板人也是很幽默很有趣，然后呢，我身为意大利面的评论员，我觉得这里的意式料理真的是超用心制作的，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，绝对不会失望。晚上开回民宿的路真的超可怕的，只能勉强靠地上的白线知道自己现在开在哪边，还有一些施工的路段也是心惊胆跳的。这一次呢，我们5个人住的民宿叫做茶米屋，是一个楼中楼的房型，然后空间都算是蛮宽敞的，而且老板人很好，还送我们一袋刚采的水果。那就这样啦，晚安。今天早上我本来说好5点要去看日出，假如没有人打算起床出门，
早餐老板会煮好丰盛的一桌菜给我们，有一种到别人家做客的感觉。那今天的行程呢，就要真正的进阿里山森林园区了。这是人参饮料机，听说他会帮我选出我的人参饮料，如果很难喝，我就要踢爆它。我本来想选日本，但是选没有选非洲。我们觉得他应该要选非洲的饮料。他这没告诉我多少钱哎，好可怕哦！35元，哦还好。哦，你的人车饮品来了。哎，为什么是可口可乐？有可能哎，为什么？感觉那边很有可能就是被倾销这个东西，比水还便宜。那我可以选一个日本的。虽然廉价的车潮真的很可怕，但是这个一下车的风景就超级梦幻的。而且阿里山车站的木造建筑呢也很有气氛。那我们会先搭小火车到沼平站，然后再一路往下走。朋友说水杉巨木的这一条路线很棒，所以一下车就直奔而来。这是这里吗？我们在找这个桥，在哪里？这里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、一模一样，真的，一模一样啊！这个弯度。这条步道可以沿着铁轨走，沿途都很平坦，也不用爬坡，然后人也不多，所以走起来好舒服哦。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来回。接着前往另一条路线。没错，这边来为大家介绍，这边好可以拍到整个生态。哦。下去的话就看不到它整个。一代是卡在中间那个已经裂掉的，倒下去那个。对，然后2代在中间，它的中间也断掉。3代就是最上面现在有唯一立起的点，这样就在3代。导游帮我们找一个角度，看出是一只大象。这一棵是阿里山第2代的神木，叫做香菱神木，高度大概有45公尺。那第1代的神木呢，在1997年的时候，因为大雨倾斜，最后就被放倒了。我觉得这边很有趣的事情是，这边的红桧啊，常常会因为要适应环境的关系，所以就跟周围的其他树互相结合为一体。所以呢，就很难从树的粗细去推估它的年龄，因为它可能只是看起来声势浩大而已。请说，请说。我们走到我们的快终点，这就是神木车站。然后我们这个镜头可以往下拍一下。好的。这就是我们初代神木的遗迹，真的在这，就这条。哪里？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哦，这一根。哦。对，他刚刚说一代不被雷劈，然后慢慢不行，他们就把它上岛，然后留在这。哦，一直到那边好长哦。我们现在待会我们就会走下去，所以走下去就可以再更近的看它。好的。我们导游带我们一路下坡，满意。拜拜。今天一早我们开车上二眼平步道的观景平台，开车上去大概5分钟，但是路超小的，真的是对朋友满满的 respect。上面停车位很少，但是风景真的很漂亮。最后下山前快速去奋起湖晃晃。这几天虽然连假，但是都没有遇到太多人，没想到人都在奋起湖这边了。你可以帮我介绍。导游介绍，我们现在来到了。来到奋起湖的部分，这边海拔1403。那这个车站呢，现在虽然说看起来很观光，但是呢，它其实一直都还在行驶，它可以开去阿里山上，也可以从这边开到嘉义山下。对，但只是这个时长非常的长。我记得从奋起湖坐到嘉义，大概要坐2到3个小时啊。如果出轨的话，大概要5到6小时。出轨是正常的，不会很危险的出轨。真的？慢慢的。
哦，那它会再自动校正回来，是不是？不会，他会派另外一台车，所以你要在那边等。哇，导游知识，谢谢你的分享。谢谢。在月台这边就有一个好吃的铜锣烧，也很适合当伴手礼带回去。然后老街这边呢，还有这个有名的爱玉，也是排队了好多人。再来是这个超阿贵，好大一个，好吃。以及这个排队要排超级久的小米甜甜圈，大家都是一整盒一整盒的带回家吃。老街附近呢，还有这个老街，虽然短短一条的，但是很有复古的魅力，很适合过来这边走一走。最后就用奋起湖便当跟大家说再见喽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